你知道他们光是今年造了100公顷，是明年还会再回来再造99公顷。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森林边缘，我是语音。海达憨，今天是我们的步履满山系列，是，但是我们不在山上，对，我们在海边的小山丘。有没有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人在哪里？看看后面应该看不到龟山岛，看不到，就但它在我的左边。对，我们在宜兰，这里是我家，没有啊，我家的外海。我们在宜兰南方澳。没有，这里是壮围。对，我们本来要去南方澳，然后后来我们后来选了这里。没错，想说比较顺路啦。对啊，之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来选海边呢？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群吃的盐巴比你吃的米还多的海岸植物，也就是林头们。可以这么说。林头的其他木麻黄其他，然后还有奇怪的小朋友。对对对，我们周遭这些，对。为了要拍这些东西，我们在这里塞超久的，是，就光要找一个平坦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坐着不会倒下去。对啊，而且我觉得，之所以会想要挑这个地方，有一部分是因为我觉得这里是各种政府还有或者是什么民间企业单位最喜欢植树造林的地方。你知道他们光是今年造了100公顷，是，明年还会再回来再造99公顷。为什么？因为这里的死亡率太高了啊！是啦，毕竟是一种非常好的循环经济呢。怎么不是这样用的吗？是这样说吗？不对啊，那为什么这边死亡率会这么高？对，第一个我们当然熟悉就是什么海边，什么海水盐巴咸度高，对，然后什么沙子会I don't know， 我不确定。对，反正大家就是说海边用那什么。有高盐度的植物种不活或环境，对。其实我觉得应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从反面先来谈谈为什么要有海岸林这个东西。假如今天少了这片海岸林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就像你刚刚讲的，沙子跟盐巴好了。假如没有人负责固定这些沙子的时候，这些沙子就会一路吹到你家去，对吧？然后今天可能少了这片树林去挡这些海风的时候，想想那个东北季风已经冷得要命了，还会直接灌到你家门前，寒风刺骨。对啊，这就跟那个你开了一辆敞篷车，结果前面没有挡风玻璃一样。这个就跟你在高速公路把头伸出去一样，那也是挺凉快的，还可以吐一口口水再回来喷到你脸上。为什么那个飞机要有挡风玻璃？没错啊，还有盐巴。对，刚刚讲，因为海边的盐巴最多了，是总要有人负责当那个神风特工队嘛。你说负责把盐巴吃光的那一个？对啊，他们是负责在前线洗肾的那一群。你的意思是植物可以吃盐巴啊？可以吧？就他们不会直接死掉，吃了会死跟不会死的差别，就看谁先死而已嘛。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说，可以先来这个地方带大家看一下海岸植物到底是怎么在这里存活下来的。然后等一下大概就会从这3个方向去做一个主要的介绍。那首先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风开始讲好了。毕竟东北季风刚要过。对，就是现在是还好，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刚好没什么风。对啊，不然想想上次我们在去林顶的时候，那个风像海浪一样，比海还大声。对啊，直接把一台我们的相机直接吹到地板上，超可怕，心有余悸。真的，我已经有掉重物了。那这样你觉得这些海岸林他们对于风有什么样子的影响？你要猜看看。对于风的影响，不是风对他们的影响。不然先讲风对他们的影响好了。就我们想那什么高山草原，不是什么风大什么，他们就长得软软的、矮矮的、小小的。没错，长太阴就会被吹爆嘛。对嘛，就长太阴就直接折给你看嘛。没错。那反过来嘞？反过来你说那个
它对风的影响啊。对啊，它对风有什么影响？把它挡下来，没错啊，把它扰乱。我们都讲防风林嘛，所以它就是用来挡风用的，就跟那个挡风玻璃一样。我以为你要说的是那个89车子后面的超大尾翼。超级扰流板有没有？听起来会让车子飞起来。他们会那种赛车不是后面都要加个扰流板，把车子压在地板上面，不然车子会浮起来，他们会起飞。听起来很棒哎！我想要一台会飞的车子，前提是要可控。确实，前提是要可控。好，那你说这个风，对啊，那像这些海岸林的话，其实他们有一部分就有点像挡风玻璃的概念，是。但其实有一些人会去讨论说，到底是要真的让它变成挡风玻璃吗？因为你想哦，挡风玻璃只是单纯让风这样经过，但是它会以同样的风速继续往上冲，然后它可能越过这个山丘之后继续直冲你家，但这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对，所以接下来还会有下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怎么去扰乱这些风，或者是让它在这个树林里面就彼此抵消掉。对。这有点像是说，今天你装了一面纱窗好了，是风灌过这个纱窗的时候，是不是通常会减速？会减速，但是空气还是可以流通。对，有点像这种感觉。我们只是需要说，今天风可以过来，但是不要那么强就好，不要那么冷。对，所以我觉得海岸林还有一部分在做这个工作。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整个算海岸林以内的住户还有或者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其实算蛮重要的。那甚至从生态面来讲的话，其实这些海岸林它就是在我们海边第一线去负责挡风，让里面的植物可以长得更好。可以理解。对啊，如果海风一路吹到你家的阳台，哇哦，冷气不用2天就坏了。对啊，而且就像我的老家，也不算老家，反正就是我外婆家，在台南安平。真的就是那个往外走2公里就是海边的那一种，所以你可以想象说，那个我们那边会有一片木麻黄，对，木麻黄内跟外是2个世界。对，就是在里面的时候，就是你们说就是安平什么老街，就是安平区，对，老街在运河外，反正对，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就你在那边逛的时候，那个其实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风，也还好，对，但是当你一旦穿过了那片木麻黄的时候，轰轰轰轰轰轰，哇哦，对，完全是一座城墙。是那个我们对它的印象就是像一座城墙一样，对，安平的绿色城墙。哒啦，我不要接。好，讲完了风，其实，我觉得可以继续讲盐巴。盐巴，因为其实像这些海浪嘛，一路吹上来，打到岸边之后，它会变成那种盐花，不是盐之花，是盐花，就那种盐雾。对，然后它就会被风一起带着走。对，那其实这些风。你就可以去想象说，除了风以外，里面其实还夹杂着很大量的盐巴，一直灌上来。对啊。那假如你站在这里，像我们2个站在这里的话，其实站久了就会变成腌肉干。是这样吗？你不觉得是这样吗？好啦，是啦，就是你会觉得海风咸咸，那不是说那个住港边的或是住海边的都会有那种海风咸咸。对啊。对，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个是，你可以想象是大海被打成小水滴。可以这样说，然后被吹到你家门口，然后贴到你的冷气上面，贴到你的东西上面，然后他们就开始生锈，过没2个礼拜就掉下来了。对，好可怕哦。这样真的要感谢防风林，让我冷气不要那么常换，可以稍微晚个2个礼拜。真的只能说效果还是有限的。对啊，但没有的话会更惨。因为它会是全马力直接打到你家门口，真的，那个肉干放在门口会自动腌好。听起来好像不错。我以为你是来讲它的好处的，怎么感觉好像肉干比较好？下次晒肉干要去海边，然后整个都是沙。对。那我既然都讲到沙了，我们就继续来讲沙这件事情。对啊，那既然要避免这个问题的话，所以为了要可以再好好的在海边腌我们的肉干，我们势必要有防沙的功能。好，与其说防沙，我觉得比较像是固沙，这样来讲比较正确。是，对啊，因为毕竟这些沙假如没有东西可以固定，就是到处乱飞嘛。对啊，因为我印象中就是那个沙洲，他们会去擦那个什么东西，擦漆。哈，没事。
好，就是印象中他们会去插一片片，试着去把沙子挡下来的东西。因为像安平海边的沙洲的话，你会看到那个风在吹的时候，它其实像沙漠一样。对。然后你就想，你那个以前有听过那个什么非洲那个北非埃及的沙漠啊，那个就是风吹啊吹，然后它的地形就开始跑，那个山丘一直在跑，听起来超酷的，跟海一样会流动。对，可你就想，如果我们是海风在吹那个沙子，它就从海边一直跑到你家门口。你知道我之前听过一个很酷的，就是因为之前有遇过一些团队，他们就是在做海岸造林的，然后他们就会分享说，哦，你今年看到这座山丘在这里，然后隔年过来之后呢，它会移动到另外一边，对，而且那个落差不是只有一点点哦，有一些山丘它可能那种沙丘可能一年可以累积到1公尺甚至2-3公尺都有，我觉得这个很夸张。那像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会延伸到说，在这种环境之下，植物到底我们要怎么让它活下来？它不会被淹过去吗？会啊。它不会被吹走吗？就它脚下的沙都被吹走了，它不就没了？我觉得会有2种，一个是脚下的沙被吹走，是，然后另外一种是它头上的沙被叠了2公尺，是，对。脚下的沙被掏走，我觉得相对上比较没那么快。因为毕竟植物本身就会把东西抓住，对，所以它顶多就是往下陷，雨水可能打一打之后，它就稍微陷下去，但是它底下还是有沙，它可以继续喝水、吸养分这样。可以理解。对，还有一个很酷的例子是，就是有一些那种在海岸的植物啊，你知道他们有时候会去累积一些盐分，把它累积在一些比较老的叶片里面，然后当叶片掉了，那些盐分就可以一起把它带走。这个东西我觉得蛮酷的。像我想一下有什么植物，我记得有一些红树林的植物就蛮常见的，好像什么水笔仔啊，然后还有什么土沉香对，这几种比较常见。对，水笔仔比较有名。是，对。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方向比较有趣的是，在这件事情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是我有翻到有一些文献，他们在讨论的事情是，因为你知道这些叶片本身就已经累积了很高的盐分嘛。对啊。然后这些掉下去之后，你觉得这些叶片会去哪里？被海水冲走。对，这是其中一种。那假如没有冲走的话呢？卡在它脚边哦。对，没错。那这样是不是它的脚边就会变得超咸的？对啊。那你觉得为什么他要干这件事情？因为只有他能生存。没错，有没有觉得超级邪恶的？这不是跟那个放火的一样吗？就那个全部的人都不怕烧，全部人都怕烧，就我最耐烧，那我就全部烧一烧，烧完之后就我的了。没错，我觉得他们也是这种邪恶植物。我觉得很厉害这真的是不知道哪个脑袋有洞的植物才想得出这种策略，这样。达尔文。对啊，这里已经够难活了，然后我要让这里更难活。对啊。然后我再自己把它吸起来，再把它全部排掉，然后我再把它吐出去，这样。越来越咸。然后看哪天咸到我自己也不行了之后，我再换个地方住。何必呢？但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蛮有趣的机制，这个蛮特别的，应该比较少人会去想到说，前面这一段完了之后，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啊，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值得继续去做后续的探讨跟研究嘛。就是它到底要累积到什么样子的程度的时候，它会挂掉呢？或者是说，有什么样子另类的机制，就是可以让这里的盐分虽然比较高，但是又维持在同样的一个一个水准。对。你现在说到这种演化的东西，我其实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像现在我们用的这些造海岸造林的什么林头、木麻黄这些东西，像木麻黄我知道是日治时期引进的嘛，但是这些树有哪些是原生种的呢？其实我觉得目前大部分大家可以在海边看到的植物，大概有7-8成以上应该都是台湾原生的。除了一些看起来很像蒲公英的东西，那个通常就会是外来种比较多。
对，因为很多那种菊科的外来种，它们很爱这种环境然后它的演替世代又快，是，所以可能下一场雨它就开花结果，然后又飘到下一个地方去了对，但剩下其实我觉得应该7-8成的植物有蛮多其实都是台湾原生的所以它本来就适应现在这个环境的。对，只是以总数来说，我觉得算蛮少的对，因为毕竟这个环境就是他妈超恶劣。因为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有看过一本书，然后它里面就写说，其实早期台湾的海边很多那个毛氏中南部，对，可是现在好像比较少。我觉得有一部分是，然后还有一块是我们今天看的地点到底在哪里对，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那种海岸造林都在沙地，对，那本身能够适应沙地的环境的植物其实就偏少了对，沙地就比较难找。西瓜好吃在海边这种咸甜的西瓜听起来像什么南部的莲雾不是那种是什么野地番茄那什么蜜饯有没有就甘丁好吃确实啊，因为我觉得它的机制有点像这样，就是当今天这个地方水分很少的时候，那植物自然要有对抗它的机制对啊，那为了要让水不会被脱水，所以它势必要制造出一个更浓的东西，让水会渗进来对，那西瓜之所以会变甜，有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概念，沙地。对，因为这里本身的盐巴很多，那会去抢植物本身的水，所以它让西瓜变得更甜之后呢，它就会外面盐分的水就会渗进来。国中渗透压，没错，是国中那个细胞会破掉那个嘛，对吧？国中对，国中会破掉跟胀起来。国中生物渗透压，没错，对，这会让我一直想到那个逆渗透。你有听过国外的一首歌吗？不要唱，我知道在讲什么。你们应该也知道，但是我就算他唱，我也不会剪。好，接着，本集干爹入围的有 Foresting 生活杂志，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杂志啦。那除了刚刚我们讲了很多这种很耐咸的植物，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海岸的植物通常会有一些特性，就是看起来特别肉，然后特别厚，或是看起来都亮亮的。对，油亮亮。没错，这些就是它的一个耐盐的机制。辣，不是，那个是耐旱。这是耐旱跟耐风。那其实我觉得耐盐某种程度上也算耐旱的一种。对，因为盐巴本身会脱水，所以它是另外一种干旱的条件。我觉得它算是那种有连结性的，间接造成。这就是为什么海边的植物看起来跟沙漠的植物差没多少。毕竟这里看起来也跟沙漠差不多，有水的沙漠。对，然后再来的话，有一些看起来特别厚嘛。对，就跟那个沙漠仙人掌要出水一样。澎湖海边不是会有仙人掌吗？对，阳光跟沙滩，老船长，不要唱歌了。好的，好，那我觉得其实今天差不多大重点大概就这些我们就一路介绍了耐风、耐盐、固沙这些主要的大概念，然后还有什么？阳光、沙滩、老船长。还是我题外岔问一个，就在海岸这边要做造林啊，要这怎么操作？你有概念吗？因为像你刚刚说那个，每年都会死掉99%嘛。对啊，那这样子这边的操作会很简单，会有特别的难度吗？因为反正种下去也是死，会不会有一些厂商就我种了，反正死了也不是我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台湾每年的造林账目那么好看啊？不是，没有啦，讲实际话是，像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非常困难的条件，对，那我觉得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些微的差异，就是例如说风跟盐好了，这两个问题在做比较的时候，我们一定还是会去做权重的差异化，例如说在新竹的风跟在台南的风
就不会太像。对，或者是说，面对今天要先处理风的问题跟先处理水的问题，我们会优先把资源或者是钱砸在哪个部分啊？对，因为就好比像海边好了，海边我们都说它缺水嘛，有海水，但是还是缺水。对，那所以可以用的水，是不是我们今天去增加这个地方的灌溉，就有机会解决这个问题？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对，因为有一些地方大家也有尝试说啊，那我就氪金嘛，氪金解决一切。那是不是我今天真的把这里的灌溉系统架好之后，然后一直用滴灌去把这些植物养起来？可是我觉得这样治标不治本啊，它看起来像是越硬干起来的。其实有时候我反而会回去问说，我们真的一定要造这些林吗？可是像刚刚说前面说，如果没有这些林，海风吹到你家，沙子吹到你嘴巴。是，但是应该说有一些地方它本来就会有它自己的一个环境的界限或特性。就是可能海岸就会有一区是海岸这个生态，他们该有的范围或特性。对，然后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应该会有一个最基本的底线。就是例如说海岸线至少我们要维护到哪里？对，不要让它退缩，不要让它会影响到我每天出门都是沙尘暴。对，我觉得这个有一些东西它是这样子的，平衡的问题。任何生态问题最后的结果就是平衡。对啊，因为其实像有一些地区也有发现说，我这边造林之后，招潮蟹就消失了对啊，因为有一些招潮蟹就喜欢这个环境嘛，所以我们也不是说为了要去把这个东西弄得非常的完善，然后就各种造林硬要把这个地方做起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做整体的海岸造林的时候，我觉得需要被考虑到的。就是前端的评估，就是目的需求，还有评估要怎么做，想要保留哪些东西。对啊，对，当然国土面积变大，有时候当然是一件不错的，对啊。台湾海峡就变窄了嘛。听起来蛮有道理的。这个论点好棒哦，我喜欢。说不定我们是东部的，我们跟夏威夷更近啊。我们快要接壤美国了。我们能不能先接壤冲绳？先让我到石垣岛。我们可以自驾到冲绳多好。确实是有这么一个考量。好棒哦。对啊，那谈回来说，是不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适合的选择，或者是我们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慢慢的把海岸线的完整度，或者是整体的海岸线造林往外推，可以去更好的维护我们的一个生活环境，或内陆这些生态的一个生态环境。对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是，有时候树并不是种下去之后它就没事了，因为像大家都知道，很多早期的海岸林会种木麻黄。对啊，一大片。但近年其实有一件事情一直在被讨论，是木麻黄的老化。因为木麻黄其实也长了几十年了，对，从日治时期开始长到现在。然后你会发现木麻黄其实都没有在更新。这个是现在海岸林蛮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树开始老化不健康了。对，那后来我们有发现，有一些论点，你知道木麻黄有时候是怎么更新的吗？它其实也跟松树一样，它也是要靠烧。他们原来是同一类人，居然就是它也需要阳光，或者是要有那种烧过的环境，对，让它可以再重新更新上来。对，所以现在木麻黄面临老化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去更新这些海岸林，其实也是一个现在蛮重要的课题。烧？我们应该去烧它吗？好像不太好吧。他们的范围分布都蛮广的，都是一整条峰峰相连到天边呢。对啊，而且它现在已经长这么大棵，我们有可能要这样去破坏它，与其讲破坏，或者是说用这么极端的更新方法，对，要怎么让它去取代，或者是我们其实希望的是，我们种一次树啊，让它可以自己一直长，当然是最好的。对啊，但有时候其实不一定会那么理想，或者选一个我们觉得能够更长久的树种，去在上面做接班树。
对，让它差不多，接瓣树开始到一定程度了，可以开始把上面的慢慢消除弱化，让接瓣树去顶替现在的位置。没错，但是这个就需要非常专业的技术了。对啊，这个规划起来大工程没错，而且也需要很多的实验数据啊。对啊，因为很多时候真的是要有试过之后才会知道。你要看它耐不耐旱、耐不耐盐、耐不耐风干。然后即使它在这里活下来了，会不会长大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长不大的话，挡不住风，那没有用，挡风玻璃只遮到鼻子。对啊，我的眼睛睁不开，我的眼睛挡不到。对啊，所以要怎么去安排这些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复层林的概念，一层一层的，怎么让它慢慢的去取代原有的这些先驱的物种？是对，那这个其实也是很多近年的研究在做探讨的啊，这个讲下去3天3夜讲不完，这个可以再录下一集节目，这个已经完全是专业主题了。对啊，那就让我们下一集再会咯。这个就是会员频道了，好棒哦！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虽然还没开放，但是我们想要做更深的东西，这是真的。对啊，但就需要支持，因为这个东西超级小众，然后关心这个议题的人其实相对起来也没有那么多。对啊，有时候我们其实也希望可以用一些方式让它更生活化一点，但前提是完全活下去。对啊，好比说像我们的布章，ta da，我们的水深危险和孔古力。你如果在海边觉得海岸线退缩怎么办？丢几个消波块孔古力就好了啊！好有道理哦。那就让我们下集再会啦，拜拜。拜。因为我们从以前 Podcast 一路做到 YouTube， 但我就觉得我们一直很缺乏一个可以跟观众实体互动的东西。我们杂志呢，从我们自己本身的专业出发，然后配合大量的插图，为的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更容易去理解这些内容。因为我们觉得森林其实是一种生活，好比像是咖啡、可可、软木塞到轮胎，这些其实都是很生活化的事物。但我发现很少人会把这些东西用很容易理解的方式去做解说，或让人可以去理解。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尝试去把这本杂志正式推出来的真正原因。欢迎回到深夜时间，我是语音，我是大汉。有螃蟹。